中美元首刚刚确定举行峰会，布林肯就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，其背后的战略意图是什么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日，中美两国宣布确定领导人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视频峰会，这被认为是中美关系走向改善的标志性事件。然而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却发表了一个声明，他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。中国政府随即表达了强烈不满，并向美国提出了严正抗议。可以看出，美国一方面想改善中美的关系，以缓解它的经济危机，特别是通货膨胀危机、供应链危机；另一方面，它又在想办法与中国进行竞争，以遏制中国的崛起。那么，美国政府的某些人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组织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在美国政府的某些官员看来，明确表示支持台湾以非官方的身份参加联合国组织，并不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，而且通过这样一招呢，还能够起到一箭三雕的目的。那么我们看看，它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？其一，通过这样的一个宣传，它可以为台湾地区当局打气儿。美国的战略就是要让两岸无法实现统一，这就需要给蔡英文当局打气壮胆。哪怕是支持台湾以非官方身份参加联合国组织，都会提升民进党在岛内的所谓支持率，提升其对抗大陆的底气。第二呢，可以让美国拉拢那些欧洲的白左国家来干涉台海事务。支持台湾当局以非官方身份参加涉及卫生、气候变化和科教文一类的组织，可以成为美国团结某些欧洲国家的理由。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来，欧洲议会的一些反华的议员已经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了，而其背后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就是美国。而且他挑动的那些国家呀，大部分还都是那些原东欧的小国，比如说立陶宛、捷克。那么通过挑动这些小国，恶化与中国之间的关系，从而达到他的目的，企图呢以此给中国出难题。因为如果中国不反击，那么就会让这些国家呢有恃无恐；如果强烈反击呢，也有可能呢会导致与其他的欧洲国家关系呢发生某些变化，甚至是恶化。因此呢比较难以处理。当然，处理这个问题需要智慧。第三，美国在联合国打台湾牌，其最重要的目的其实还是要增加与中国谈判的筹码。美国国内现在正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、供应链危机等问题，都需要中国的帮助。而且美国还要在气候变化、伊朗问题、朝鲜问题等方面与中国合作。由于美国能给中国施压的牌已经不多了，因此台湾牌的地位呢目前有所上升。对中国来说，反对台湾当局以非国家身份参加联合国组织，那么有些组织你即使要参加，其前提也是要认可9·2共识。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呢，台湾就曾经参加过多个联合国组织，比如说世卫组织等等。但是如果让民进党当局也能参加这样的国际组织，那就会出大问题。这是对民进党的渐进式台独的一个纵容。对于美国的这类挑衅，光抗议是没有用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必须要粉碎这样的提议和图谋，同时进一步压缩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空间。我们就是要用事实来证明，不坚持一个中国的架场，就是没有国际空间。中国大陆还可以通过加大对台湾当局的军事压力、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，甚至通过国家统一法等立法工作来进一步施压。美国政府企图在联合国相关组织等问题上给中国上眼药，那么中国就要把板子打在搞台独的台湾当局身上，这才是让美国投鼠忌器的关键。过去，美国一直把台湾问题当成是分裂中国的王牌，现在中国大陆完全可以通过施加军事、外交、经济和法律的压力，给台湾当局的脖子上套上绳索。美国越是打压，我们就会把这根绳索勒得越紧，最后喘不过气来的只能会是民进党当局和那些顽固的台独分裂分子。中国的统一不可阻挡，美国试图通过对华施压捞取好处，搞台海两岸的分裂，这个阴谋
是永远不会得逞的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